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今天美国参议员的2名议员他开炮了，对象不是中国，竟然是我们的在野党国民党。你看到今天美国参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韦克尔讲话非常重，他说看到台湾在野党在国会如此大幅度删减的预算，赖总统的国防预算，我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苏立文也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说什么？他说：“他直接点名哦，他直接说国民党你根本就是卑躬屈膝，还用一个下跪这种英文的这种字眼。他要冲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国共论坛正在开，你这个郑丽文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他直接把它点了出来。那为什么现在这2个议员要突然开了这个炮呢？非常简单，就是要让台湾选好边站。你要看到的是，包括了前台积电研发处的处长杨光磊，他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他把所有事情都讲得非常细，讲非常白。他讲话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之前台积电研发6骑士之一，而且他非常懂台积电跟地缘政治里面的关系。他里面讲到，台积电的确在技术上面非常强，甩掉了三星，甩掉了 SK、海力士等等。但是他现在最大的挑战跟威胁是什么？第一个是美国政府，第二个是战争。而台积电已经选边站的够明显了，包括去美国设厂等等，已经加入了美国队。所以今天你看到了赖总统发表这个台美的所谓台美系盛世宣言，甚至有7大的关键的合作是在上面，这些就是美国要台湾做的。所以你这样脉络一看下来，从参议员第一次这种大篇幅的这一种炮轰式的，直接点名了国民党，甚至连台积电的前研发处长他也都出来讲，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今天美国人在警告的是国民党，你要么就当我的朋友，要么你就是我的敌人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2个参议院的议员连番的去炮轰，而且直接去点名了一件事情：你国民党，你皮在痒，你今天要嘛就是当我的盟友，今天没有当我盟友，当我的朋友啊，你真的是我的敌人了。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真的是完全忍不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这一阵子来说的话，美国在清楚，包括说像委内瑞拉，还准备对伊朗动手啊。他现在是要什么？你是我的盟友，你就站在我这边；对，你不是我的盟友的话，你就是我的敌人。那尤其是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最紧急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威胁。那中国的威胁来说的话，台湾在前线，你的国防预算就变成是美国也非常重要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没想到现在在野党一直挡，就没想到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2个重量级的委员啊，出来炮轰啊！你看，这是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的主席韦克尔，他说看到台湾在野党在国会如此的大规模的 slash 赖总统的这个国防预算，我感到相当的失望啊！说失望。对，而且他还这样子说，我上次认为说你们应该可以通过啊。他原本是从乐观到失望的一个态度。另外一个苏立文，他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联邦的参议员，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目前为止来说啊，国民党的领导高层正处于跟北京的这个共同的会晤中间，并且进行更大规模的这个接触。他直接点名了国民党 KMT。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我们就讲嘛，这个目前为止在野党里面当然就包含这个，这个等于是要开战呢，我又点出你来，是，你今天如果没有给我过，你再怎么样，你就是我美国敌人了。简单来说啦，过去来说的话都是在野党，然后就说你们赶快过，现在是说了嘛，你们还不过，然后现在只是讲你国民党，所以你要说这个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那我就跟他讲，事实上在中国国民党准备跟中国接触的同时，你看这几天的时候，不是台湾跟美国签了一个系式的这个盛世的这个盛世的这个宣言吗？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也知道他需要更多的方法来拉住台湾的民意，所以现在我就跟他讲，过去美国很少这样子主动到面前来了，现在美国是直接到你面前来，因为什么？因为你中国也在这个大家的面前，他现在就直接到你面前，对，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国跟台湾来说，中国跟美国说你台湾选一边啊。不然怎么样呢？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我们在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前台积电的研发处的处长杨光磊，对，他直接就接受媒体的访问，他说什么呢？台积电如今在业界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该公司面临的这个风险只有2个，一个是美国政府，一个是战争。好，那美国政府呢是可以为我们带来利益的，但是战争呢是有可能会把我们打掉，所以你知道选哪一边来说啊？其实从台积电的立场，
其实非常清楚，他就选美国这一边。对，所以我就说，那现在呢，既然你经济要靠美国的时候呢，那你的政治，那你的这个国防要不要靠美国呢？所以来说，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美国是慢慢的对于在野党是失去了一个耐心的这个状况了。而且钟哥，你刚刚提到，为什么今天这一篇一大篇杨光磊的这个所谓接受外媒专访，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他直接点得非常白。这所谓的台积电，它的威胁更不是三星，对，更不是 Intel， 就如同刚刚讲，第一个叫做美国政府，第二个就是战争了。对，没错，因为台积电目前为止来说，它的地位已经是到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心，所以外媒都很想知道说，那台积电未来的立场是什么？那么专访了这个杨光磊，杨光磊是前台积电的这个研发6骑士之一。对，那由他来讲，为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呢？因为事实上，他除了在台积电任职之外，他也曾经到中国的中芯去任职啊，所以他其实有在对岸工作跟在台湾工作的这个经验，甚至在美国工作经验，所以他更能够比较忠实的传达出真正的想法。你看，这个媒体的专访就是这样：当晶片遇上地缘政治的时候，台积电与细盾之争。好，那就他说的这个内容里面说，他说，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这个所谓这个任何的技术，台积电已经是遥遥领先，所以他认为公司的风险2个，一个是美国政府，一个是战争，不是三星，也不是 Intel。那特别是美国政府，为什么？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政策的重要性跟制程不相上下。好，那他说，美国政府就构成一个非常独特的风险了，对，因为它有监管的能力，还有技术领先的地位，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于一身，它可以透过所谓出口管制、补贴，还有安全导向的这个产业政策，华盛顿可以直接影响台积电的供应链、客户群，还有地理分布。这些手段之所以强大，并非因为他们跟台积电有任何竞争关系，而是他们能够重新定义台积电赖以为生的生存游戏规则。对，所以简单来说，美国就是定规则的人。对，没错。对，那美国它可以用很多管制嘛，我就讲。美国如果真的假设美国真的 key mobile 的时候，他说那这个艾斯摩尔的极紫外光机不要卖给这个台积电，对，你觉得台积电能够生存的下去吗？它就先进制程就没了，然后他也可以说，那你日本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材料，你就不要卖给这个台湾啦。你觉得活得下？我们台湾可能就会面临到目前中国被打压的局面嘛？对，所以就表示这是美国能够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嘛，哈。那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战争。战争来说，他说，因为半导体是一个高度集中、资本密集的方式，然后一做的这个晶圆厂要投入几百亿的累积，所以任何地区来说，有军事冲突会降低产能，可以导致生产基地瘫痪，甚至被摧毁。那这种风险的规模来说，是任何竞争市场都没办法比拟的。好，那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中国入侵台湾嘛。所以你看，在台积电的看法里面来说，我跟美国政府打交道，那因为美国政府来说可以让我瞬间毙命，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中国要来打我们。那你看，那你要跟哪一边选择，已经非常清楚，他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嘛。好，那他就说，目前为止来说，中美是2个市场，他把它称为叫 G2。我们就讲嘛，你要选中国或者选美国，对不对？他就说，中国靠自己的市场一定可以养出半导体，但是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市场，但是呢，非中国的市场来说，就是美国市场，就是非中国有比中国市场2到3倍的2到3倍大。对，那所以了，好，那他讲到这么白的时候，那你请问你要选择一个1，还是一个选择2到3？那笨蛋当然选2到3嘛。对，所以他就说，他其实从他自己本身的经验跟立场之后，告诉了台积电未来的方向是怎么走。那其实这大概也是台湾未来的方向。其实跟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它的决定大概就某些程度跟台湾的命运是完全绑在一起的这个状况。那尤其是我就讲嘛，现在美国为什么会那么越来越重视台湾？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不是有所谓 EPPD 的这个7大成果，我们跟美国不是达成了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包括说什么在 AI 的供应链的这个安全方面，在数位的这个基础建设，譬如说它帮我们强化什么低轨卫星、海底电缆这些互相的合作，还有关键矿物，包括说最近的一些，包括说像稀土元素，台湾也有稀土，吓一跳。我们台湾有稀土元素炼制的能力啊，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啊，还有开采的能力啊，哈。另外一个无人机供应链啊，我们台湾的无人机未来可以到美国去投资，那美国无人机也可以来到台湾互相的这个生产啊，包括说还有高科技人才的这个培育啊，然后包括说像他们在第三国合作，譬如说我们到菲律宾或是拉丁美洲去合作的这个状况啊，还有双边的这个经济合作。所以你看，美国都给你这么多的这个状况了之后，他当然最后要求的是什么？你的预算要给我通过啊，对不对？好，那我们跟他讲，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叫做红海，我们知道。照你知道，过去我们想到红海是什么啊？它就是个中国供应链嘛。对，它就在中国嘛。富士康，对，富士康嘛，中国最大的这个申请找人来的这个单位嘛，最大的事业单位嘛，富士康嘛。就这样，
如果讲到过去来说的话，这个过去的富士康董事长一定就是比较亲中嘛，就没想到你知道最近美国在办一个国会山庄跟这个矽谷论坛的时候呢，你看他居然邀请，因为他们这个主要是美国国会他们会开的一个状况，他们是针对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对哇，他现在竟然是第一位对首位受邀去国会山庄的矽谷论坛对，的。没错，好，他是讲什么？他是讲什么 AI 人工智慧，还有国防科技跟先进制造跟这个科技等等。好，那我讲国防科技，这么机密的东西，美国要发展的 AI 的东西，如果你请一个不是盟友的，那有可能吗？对当然不可能嘛。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对然后它是从2023年开始召开，然后里面来说，他就说他们是找了美国的这个现任的国会议员还有参议员，所以他们可以主导整个政策的方向。还有国防科技，还有技术领域的这个投资领域相关的人士，他说与会的层级跟政策影响力，甚至比世界经济论坛还有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还要更多啊所以等于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重议，量级的。所以重量级的，我刚才就讲嘛，聚焦什么？他这一届论坛聚焦美国科技未来250年所以呢，那这么重要的会谈里面呢，他找了刘扬伟董事长去，那当然就是这样子嘛，哈。那为什么要找刘扬伟董事长去？因为说真的，过去我们对鸿海的印象就是他在中国很多生产供应链啊，但你知道，事实上今年鸿海呢会大规模的往哪里投资？往美国投资。对，你知道现在这 AI 伺服器的部分来说，它在美国德州已经有工厂，它接下来还准备到美国的其他州，包括说原本的威斯康星州，甚至有可能到加州去，等等一大堆美国的供应链，它都要进去了。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它已经从过去一段时间的中国色彩，慢慢的洗掉，慢慢变成是美国的色彩。对，那尤其是过去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如果讲到鸿海来说，它的旺季就是年底嘛，年底那时候就是要出货什么 iPhone 啊，对不对？那中国的供应链要热起来，现在没有，现在它变成不一样了。它现在变成是旺季是现在，对，为什么旺季是现在？因为现在的 AI 伺服器现在要开始开工。鸿海，你看它会扩大什么？在美国德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还有加州的这个生产，然后它会跟 OpenAI 来互相合作。另外，它有人形机器人，德州工厂要导入人形机器人的合作状况。然后它跟辉达、台积电，然后在美国生产，包括说 GB200跟 GB300。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它也会到这个增加资本支出配置在北美、日本还有台湾，支持当地的主权 AI 嘛。所以你要这些动作里面来说，赵，你有看到一个跟中国相关的吗？没有，所以我才跟你说，在未来的产业里面来说的话，富士康已经开始慢慢的脱离掉中国的色彩，往美国的色彩去靠拢。那你看它脱离了中国之后，你看股价也是往上冲啊，对不对？我们台湾这几年，我就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哦。你知道，从2018年以来开始，中美在打贸易战以来，大家都认为说台湾会完蛋，但是恰恰相反。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关系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个依赖越来越小的时候，台湾股市一直在往上冲。所以这告诉你，事实上从过去很多例子都已经告诉你，我们要选哪一边已经非常非常明确。但是偏偏就是有人呢还在那边阻挠的时候，所以我就讲，美国也是慢慢的失去了耐心。对，为什么慢慢失去耐心？我们就讲今天出来炮轰的啊，你看。这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啊，对，他是多么重要。你看，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当时在2021年不是有缺疫苗吗？你看他还飞到台湾来，跟其他美国的参众议员来说，赠给台湾75万剂 COVID-19 的疫苗。所以你说他挺不挺？超级挺台派的，他很挺台湾。对，他很挺台湾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他最近发了一个贴文啊，这个贴文来说，他就直接炮轰。他说台湾的这个休会的时候呢，并没有通过台湾自我防卫所需要预算，因为这个同时，对此需要负责任的反对党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好，我们就直接讲原文，他就直接在这边 KMT 就出来了哈，他就说你这时候跟中国在接触然后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接触活动，不需要多聪明都看得出来这些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以前就警告过，为了要向中国卑躬屈膝而牺牲台湾的防卫力，这是在玩火。好，对我跟他讲，卑躬屈膝这几个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听，他就直接写在这里面，他就写抠透在这边，对，靠什么磕头嘞？对，磕头就直接是中文的磕透，他就直接写出来，他就说你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写到这个样子，赵尔。这个语气是相当不客气，对，点名批判 KMT， 就是你跪下来了，对，然后你磕头这样的状况，好，那我讲这是他讲法，那你要说只有他就算了嘛？还有另外一个是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简单来讲啊，美国很多军事你要运算，你要进到国会或者军事法令，就是由他来制定，对，他是非常重要人物嘛。你看他说 I am disappointed。对不对 ？To see 就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在反对这个，而且删去所有的预算这样的，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删去预算。然后他最后是怎样？他说什么？他说 Taiwan's Parliament should reconsider， 就是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
你看他直接我跟你讲，他这个语气从失望，再希望你好好的重新再考虑。你看，这个其实已经讲得非常白了，所以我才今天讲，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另外一个鼓励言，我就跟他讲，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这个 AIT 的这个办事处的人员这么的努力？你看，我跟他讲，他为了要预算的事情，你看，在我们新历年不是在这个倒数的时候，他跑到这个淡水跟侯友宜这个两个拍自拍之后。后来又跑到台北市在跟蒋万安拍自拍，然后还找了很多在野党的立委，还有这个执政党的立委，然后他还说什么，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到国会来作证。那做到这个样子啊，就你看他说什么？如果你看看过去几年我们跟盟友的合作，我们已经能够在日本、菲律宾、澳洲等地都部署最先进的美国战力，而这些国家也正在提升自己的防卫作为。你看。他讲了这么多国家，都是你周边，你都在做这些事啊。对，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跟盟友的合作是这样做啊。好，如果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们再不努力的话，那我们跟盟友的关系，那这个能够怎么走下去呢？今天如果你不是我的盟友，不是我的朋友，你就是我的敌人。对，所以我才跟你说，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出拳出来，准备要做一些动作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今天美国的表态已经够明显，而且直接点名就是你国民党好。今天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烧得这么大？第一个，国共论坛开了，对吧？第二是什么？你郑丽文说什么要去中国跟习近平见面？这时候他为什么是要这样说？他到底想要干嘛？经济学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黑川的一个这个杂志那当然也是比较亲民主党。不过呢，因为郑丽文他们找上经济学人来这个进行专访其实跟老共要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老共要什么东西吗？老共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说出一些通关密语的话，对，那你至少是央视、中国评论社或者是什么中国新闻社甚至有新华社等等这些，就是跟中国的官方媒体来做联访都没关系。那你只要郑丽文讲出通关密语，就可以所谓正习会。所以今天他接受《经济学人》这样子访问来讲的话，他其实没有讲到习近平要的东西，而且这里会很 low 的事情是怎么样？如果说习近平是因为这样子跟郑丽文见面的话，那就凸显出习近平他本身来讲的话，有做那么小吗？现在是郑丽文求中国，还是说习近平在求郑丽文？对，这个事情要搞清楚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郑丽文要这么做呢？对，因为他在国民党内部来讲是个弱势，因为国民党传统的地方大员、地方诸侯都是经过选举出来的，比如说卢秀燕，对，比如说像过往朱立伦也是地方大员出来的。那这些人他们在处理这个党内事务的时候，其实有地方派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派系它有它这个资金还有地方我们讲说加盟店的这个概念，它不是国民党党中央的直营店。所以今天国民党要把号令下到地方去来讲的话不容易。那他今天来国民党内部有很多东西，什么就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很多中常委、很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跟中国之间是好来好去的，所以他如果拿了一个习近平来压大家的话，大家才会听他的话。如果今天的习近平他是拿习近平压党内的人，那习近平看不出来吗？郑丽文在干什么事情吗？但问题是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的共和党的这个议员都已经在警告国民党了，不是吗？对。那代表说美国准备要出手了。我现在在讲在这里美国准备要出手来定死国民党这些立法委员，或者是定死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怎么定？你知道吗？很多政治人物，国民党政治人物不是到美国去留学吗？对。小孩子不是在美国吗？对。家产不是在美国吗？对。我随便弄一弄都可以把东西弄出来。说要起底他们的东西。那现在就是说，国民党内部就会形成决裂，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里面因为美国，所以他必须要亲美。他因为美国的影响力，所以他必须跟美国好来好去。对。但是国民党内部又有一派是专门做中国生意，他才不管你这些人去跟美国怎么样。所以接下来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他会把国民党带到一个分裂的局面，你知道吗？国民党内部现在就在路线之争了，就是有亲中派跟亲美派两派之争了。对。所以当你美国的国会议员，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对，他好几个都在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代表美国注意到了，而且他是讲说这一次的立法院的会期休会了休会的时候你连预算都没办法过，那你下面的话怎么推呢？怎么办呢？所以等于说你现在又跑去跟国共论坛他们在讲说这个跟中共眉来眼去的事情来讲，就代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你看这讲出来是共和党的，这些跟川普关系都非常好那准备要出手了。所以国民党内部来讲的话，如果被美国这样修理下去，
然后呢，国民党内部有些人就不敢做了。什么叫不敢做？不敢采取亲中政策了，采取亲美政策。然后郑丽文又硬要去亲中，整个国民党内部绝对会分裂的。而且里面今天最关键的是什么？今天川普还推了一个，他说他反制中国的稀土牌。川普推什么？金库计划，什么稀土不用，我们自己过来搞就好了。你没看到川普所做的事情，都是针对中国要使出大杀招来对付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制作为吗？对。为什么你长期以来都是用稀土来搞大家，搞日本、搞美国、搞欧洲国家？我今天来讲就要建构这样的什么，就是金库计划。对，这个金库计划其实就结合一些的民间团体和民间的公司，我们干脆就来把这些稀土相关的稀有关键的矿场，我们自己都来保存，自己来挖矿，自己来怎么样？我不靠你中国了。所以等于在跟中国脱钩啊！中国不要以为说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以后你这些手段是对他没有任何影响的。对，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啊，李在明去中国回来，韩国加10%，加拿大总理去回来被川普黑给他之后 ，FTA 不敢弄，然后这个。过往的巴西、印度，现在印度你看，印度也说，这个俄罗斯的就不买了，对不对？软了，变成15%了。所以其实川普在每一次出招来讲的话，都针对你中国而来。你只要跟中国弄上关系，你看现在换成国民党了，因为大家已经处理差不多了，现在就换国民党。如果你当然国共论坛办的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但是呢，你跟中共眉来眼去，这就是也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这是大不会的事情。瑞哥，跟中国合作这件事情，当然有非常非常多，但是最近中国干的这些事情，我们只能说基建方面真的不要合作。有人算出中国这2年搞基建狂魔，2年死了130亿人，结果你现在看到这个最新画面，这发生在江苏盐城。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水院，这所谓的粤港大桥。原本好好的，一瞬间。化为乌有了，没有错。那么这个粤港大桥呢，赶工啊，听说要赶工，要赶快让它这个等于完成嘛。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刚刚还有一个桥面95公尺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钢梁嘛，主跨钢梁嘛，我实在不懂。如果不是豆腐渣工程，那怎么解释这个95公尺的这个主跨钢梁，它会整个全部都垮下去啊？因为它是旧的桥，那么要把它新建的要盖成新的桥，那么尤其是新的桥的这个承载量呢，那么会更大，号称是非常安全的一座新桥，它呢打的号召是它是一座全新，然后载重量更大，然后非常安全可以耐固稳重的一座桥，就没想到就在几秒钟，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说啊，就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95公尺的这个主跨钢梁整个全部砰的倒下去，全部沉在里面，所以呢来不及跑，对，总共呢当时有救起来的2位工人，他是重伤，不过送到医院以后已经死亡，还有3名工人连找都找不到，被压在下面啊，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粤港大桥呢，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原因是，因为这座桥本来要完工，兆和你有没有想过，这座桥本来要完工了，对，如果让它完工了以后，如果桥上一堆车子经过，砰的整个下来，那会怎么样？上面那时候还有一辆卡车也掉到下面去嘛。那么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啊，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可怕的事情是。那么他们在当时的跨黄河大桥啊，他们在当时的跨黄河大桥的过程当中，那么无预警的突然之间，整个当时号称是全世界最长的这个川青铁路的这个大桥，我们刚刚看的是好像快要完工了，对不对？对。那么川青大桥呢，号称越过黄河，然后越过黄河的过程当中全世界用这种这个建筑工法呢是世界最强的，一样。当时在介绍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世界最强，然后呢，那么最安全、最先进、最高科技吹了一大堆，因为附近本来要经过的一些什么保育区、保育类的那个动物呢，还特别因为这个桥，所以拉到这个地方来盖。结果呢，讲了那么好听，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在2000多公尺的这个高山上面呢盖这座桥。无预警的，突然间，他们还是在凌晨2、3点的时候，那时候说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在凌晨施工更好。对，所以在凌晨2、3点的时候施工，就无预警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整个垮下来啊！整个垮下来以后，这是10几个人死亡跟失踪的大案子啊！因为所有工人，那么那16个死亡跟失踪的工人是真正是玩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躲，根本没办法闪，他根本没有办法躲，根本不知道怎么躲，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因为这个工程。当时你看从表面上看都是
很多的这个网红啦，还是很多的这个人都到中国去了以后，都说他们的硬体结构好漂亮，他们的建筑啦、结构啦好漂亮，然后他们的桥啦好漂亮，看到没有？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你这个所谓的豆腐渣工程的结果就是这样，而且最可怕的是，都1-2秒钟就整个垮掉。对，所以你没有地方逃的，你没有办法逃的，整工人就全部掉下去了，就直接全部被掩埋栽在这个黄河里面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么像这样的工程有多可怕。好，除此之外呢，包括武汉地区的这个相关的吊钢梁嘛，对不对？我们台湾其实在台中也曾经发生类似的，但你看看这个吊钢整个掉下来。你知道那个钢梁有多重啊？是这个跟虎头铡一样下来稳死的。这辆黑色的车子，你看这样子整个掉下去，整个没有完全的防护，然后呢没有防护也没有指挥，然后呢过去以后就2个下来以后呢，就像我讲坦白的讲一句，这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车子开的往前走嘛，上面直接这样压下来，就把你压成肉酱了嘛，整个车子的钢铁全部被它压成肉酱了嘛，它的塔吊就这样掉下来了，就这样掉，它不是地震。这个白色的车子是完全没有办法闪的，黑色还是要有刹车，有没有？没有错，白色那里面那个是直接死亡的，而且旁边完全没有任何的设施在旁边。中国现在气炸了。所以事实上呢，像这种比如说新建中的大楼的塔吊，或者是新建中的高铁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钢梁，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是新建中，如果让它新建完毕以后再发生不好意思。那个可能是整个包括它行驶中的这个高铁啦，还有很多行驶中的铁路，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交通工具，全部都可能毁于一旦。所以只有一句话可以解释，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豆腐渣工程。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